这个女生鼓起勇气递给班主任3瓶药水，说这是毒药，老师尝尝看。老师二话不说，直接倒进了嘴里，吧唧了2下，脑袋变成了蓝色。这瓶是强烈腐蚀性的氢氧化钠。这一幕在3年1班非常常见，这里的每个学生都在拼尽全力的杀掉他们的班主任沙老师。今天是化学实验课，奥田信心满满的将自己调配的3瓶毒药递给沙老师。他不会偷袭，但是化学还算不错，毒杀也是杀，怎么杀的不都一样？但是没有人蠢到去喝送上门的毒药的，连沙老师都忍不住吐槽。你这暗杀也太实在了，但还是二话不说喝了下去。第1瓶是氢氧化钠，喝完之后变蓝长脚；第2瓶是剧毒乙酸铊，喝完之后变绿长翅膀；第3瓶是王水，喝完之后变成了铅球。这些对人类来说剧毒的药物对他根本没用，唯一的作用就是改变外貌。虽然想法不错，但是沙老师作为老师是不能学生独自调制毒药的，于是提出和他一起做。好家伙，和下毒对象一起练毒，事情开始朝诡异的方向发展了。奥田偏科严重，除了化学以外的成绩非常差，特别是语文，措辞的好坏和人类复杂的情感他一窍不通，但是他坚信公式和化学会带给他答案，所以学好语文根本没必要。沙老师见此给奥田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作业，第2天专门针对沙老师的毒药调配好了。奥田高高兴兴的拿给沙老师，却不料沙老师喝下之后突然态度大变，原来他让奥田调配的根本不是什么毒药，而是让他再次进化的药。奥田人都傻了，这可算是痛击队友。沙老师浑身气势大涨，然后变成了一坨史莱姆，药剂增强了他的流动能力，使其成为液态，能够随意进出任何缝隙。当然沙老师搞这一出只是想告诉奥田，暗杀他人的同时要具备相应的语文表达能力，像他这种傻乎乎直接把毒药端给别人，到最后只会被利用。如果朝天给他下毒的话，就会加进他最喜欢的果汁里，然后笑容满面的端过去。想要瞒过对方的眼睛，就要懂得对方的感受，所以学好语文是非常重要的。沙老师鼓励奥田，希望他下次能顺利把毒药交给自己。在沙老师的这份力量面前，手里捧着毒药的学生也只是普通的学生，能杀了老师的学生还没有出现。一班虽然在沙老师到来之后改善了不少，但实际上还是被抛弃的差生班。住在山上的废弃校舍只有在学校集会的时候才允许他们下山，而且还规定他们必须在所有学生之前排好队到达体育馆。但是下山的路非常危险，各种蛇虫陷阱，好在紧赶慢赶还是提前到了。每月1次的学生大会对于一班来说就是灾难，他们会被全校师生嘲笑，还只能忍着。所以这种场合至于一班选择不来，因为一班学生的区别对待，学校一流大学升学率相当高，人在只有了歧视和蔑视的对象之后才会进步，只有不落后于他人才能不被歧视。但这一次的一班不一样了，吴杰和比奇都来了，一个帅哥一个美女，和同学们的关系还很好，看得学生们个个羡慕不已。学生会代表上台发言，所有学生都收到了学生活动资料，唯独忘了给一班。突然一阵风过，一班每个学生手里都收到了一份手写资料。因为长得奇怪而被勒令待在旧校舍的沙老师乔装打扮后来了，沙老师的出现让一班的气氛变得欢快起来，然而这却引起了普通学生的不满，凭什么那群差生能笑得这么开心？于是散会之后，落单的朝田就被之前的同学找上了麻烦，学习再好人品不端，要我说这群学生进了社会也是废物。吴坚想过去帮忙，被沙老师拦住，他教出的学生可不会向那种人低头。果然朝田一个眼神就震慑住了那2个人渣，推开他们，昂首挺胸自信的走了。通过监控将一切看在眼里的校长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，在他的学校里绝对不允许出现差等生在优等生面前耀武扬威的情况。不是我说，大哥这么大一办公室就1台电脑，你每天工作就是偷窥人家学生私生活。期中考试即将到来，沙老师将自己分类成30份，对学生进行1对1的教育，针对每个学生的薄弱学科进行彻底复习。一群沙老师的残影在教室里乱晃，还细心地绑着不同学科的发带，分身没有本体强，如果有人现在偷袭，分身就会容易扭曲。下课之后，沙老师在办公室见到了这所学校的校长钱野，因为收到了国家不少封口费，他自然不会干涉关于暗杀的事情。他担心的是，如果明年地球依然存在，一班却不能和之前一样就麻烦了。他需要一班的成绩和待遇一直维持在最差的水平，无论什么团体必须有20%勤勉，60%懒惰，剩下的60%平均。而他的目标是组建5%的偷懒之人和95%的勤奋之人的团体，只有抱着不想去一班的想法，剩下的95%的人就会努力。所以一班的学生绝对不能反抗普通学生，这一点对他来说比世界毁灭的重要。警告了一番沙老师后，千野离开了旧校舍，还对门口偷鹰的朝田来了句皮笑肉不笑的加油，一下就把朝田从暗杀者的身份拉回了差生。作为暗杀对象，沙老师是无敌的，但是作为老师，这个学校还有比他更强大的支配者。学校创立仅10年，千野就让其成为了全国首屈一指的优秀学校，不难看出手段之高明。这座学校脱不开他定下的规矩，就连沙老师也不例外，一般必须是被放弃的班级。但是沙老师真的就会选择放弃吗？他没有，而且还更加努力了。第2天又制造了更多分身辅导学生们，把自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同学们都好奇他干什么这么拼，
心。沙老师猥琐地叫了2声，如果大家都考上了高分，那么他就会成为学生崇敬的老师，说不定还有大胸美女找他补课。沙老师尽心尽力，但学生们却并不领账，他们可是最差的一班，努力学习还没有暗杀成功来的实在。毕竟只要暗杀成功，就会有100亿，就算成绩不好，以后肯定衣食无忧。听到学生们的真实想法后，沙老师罕见的生气了，他的脸变成了紫色，所以让学生去操场再叫上乌坚和比奇。学生们都有些不明所以，一般的学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，他们只要在定期考试中挤进全校186人中的前50名，再加上班主任的同意，就能回到原本所在的班级。然而成绩最差，再加上这个恶劣的学习环境，达到这一条件难如登天。大部分学生对救赎之手无法企及，只能接受这种恶劣的差别对待。沙老师问比奇，他作为职业杀手，行动时只会制定一套方案吗？当然不会，毕竟能按照原计划行事的机会少之又少，为了预防不测，就必须严密制定后备计划，这才是暗杀的基本。沙老师又问乌坚，他在教学生们用刀的时候，重点只在第1击上吗？当然也不是，第1击固然重要，但接下来的动作同样重要。如果面对强敌，第1击很可能会被避开，而之后如何精准的刺出第2击、第3击，才是制胜的关键。沙老师举了这么多例子，就是为了说明，只有永远充满自信且留一手的暗杀者，才是合格的暗杀者。而学生们因为有了暗杀成功100亿的退路，选择了放弃学习。他们这样不过是不敢面对让自己自卑的根源罢了。如果他从这间学校溜了，如果他被其他人杀了，失去暗杀目标的他们又该如何？手里握不住第2把刀刃的人不配成为暗杀者。沙老师在操场中心不断旋转，扬起飞沙走石，巨大的龙卷直冲云霄。沙尘散去之后，沙老师把操场整理了一遍，他再次警告学生，他是足以让地球毁灭的高等生物。如果这里的学生在明天的期中考试中无法全部进入前50名，那他就会是教室里没有能干掉他的暗杀者。他会将这座学校夷为平地之后扬长而去。他希望所有学生都能完成任务，挺胸抬头，笑着面对他们，既是暗杀者又是学生这一事实。期末考试如期而至，学校规定全校的学生都要在本部参加比赛。陌生的环境，地狱难度的题目，惊慌失措的一班学生被名为数学的猛兽追得仓皇逃窜。就在此时，沙老师的触手缠上了学生们的刀柄，在沙老师的讲解下，可怕的怪物不过就是案板上的鱼。所有题目都是老师曾经教授过的，没什么可怕的。监考老师不敢置信地看着所有一班学生奋笔疾书，他们成功地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。然而到了第11题的时候，全场只剩下朝田和赤羽还幸存，所有人都被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从背后而来的袭击干掉了。谁能想到，在考试前2天，学校居然大幅变动全科考试范围，所有在本部的学生都受到了校长亲自教授变动部分内容，唯独一班的学生一无所知，几乎全员搁浅，更别说考上前50了。那个校长真的是不简单，乌坚头疼的要死。毕竟这次沙老师不是说笑，他要是真的离开了，那得惹出多大的麻烦。班里的气氛非常沉重，沙老师觉得是自己小看了学校的规则，伤神之际，一把匕首朝他扔了过来。赤羽把他接近满分的各科试卷拍在了沙老师面前。赤羽不是差生，沙老师在复习的时候教了他很多超纲的知识，就算是考试范围再怎么变都难不倒他。但是他没打算离开这个班，那沙老师呢？打算夹着尾巴逃走吗？众人很快意会到了赤羽的意思，纷纷出言嘲笑沙老师是怕被他们干掉才想逃走，气得沙老师脸红脖子粗，走也不走了，一定要在期末给他们好看。期中考试除了赤羽，他们全员碰壁，但是他们仍在心中挺起了胸膛，为自己是一班的一份子感到骄傲。